大家好，我老肉。那么这期更新特别巧正好赶上巴黎奥运会开幕，而且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要说的动物他们也非常期待这次奥运会，甚至说本届奥运会最大的赢家，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所以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臭虫，或者叫床虫或者床虱。这几年新闻里常有是吧？可能有观众已经遭遇过他们了。这又是一种特别讨厌的小虫子，专门吸人血，而且只有到了晚上，等你睡着了之后，它才会钻出来咬你。咬完之后一般有红肿瘙痒这些症状。但是因为它们来无影去无踪好多人一觉醒来发现被咬了，也想不到是它们咬的，还以为是蚊子咬的或者什么其他小虫子。所以如果你经常莫名其妙的有红疙瘩、皮疹之类的，那一定要看完这期回头好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是家里进了臭虫了。可能有观众要说了，说我平常很注意卫生家里收拾的特别干净，怎么可能有臭虫呢？你要这么考虑的话，可就危险了。因为臭虫这玩意儿你家里干不干净并不是决定性的，很多非常干净的房间，包括有些高档酒店，房间里面也可能有臭虫。它们不是因为脏乱差滋生的，而是冲着人去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都可以有臭虫。只不过这些家伙实在是太难被发现了，有些人跟他们同床共枕，可能都好几年了，还不知道家里面有臭虫，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而且他们一旦住进你家里你想赶走他们，那可就太难了，一般都得花很多钱找专业公司来搞才行，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所以说，怎么才能防止家里进臭虫呢？如果家里有臭虫的话，网络上那么些办法，哪些真的管用呢？再一个就是臭虫跟巴黎奥运会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看完这期你就明白了。那么说臭虫这家伙，不论是形态还是习性特别像之前说过的蜱虫，它俩都是扁平造型的，看起来长得很像，然后也都靠吸血为生，所以你会以为它们是同一类虫子。不过实际上呢，它俩的关系可一点都不近。蜱虫之前咱说了，说它们是猪形纲的，8条腿，跟螨虫蜘蛛是一家的。然后臭虫这边呢是昆虫纲的，6条腿，跟它们关系最近的是各种各样的春象，就是踩碎了奇臭无比那些家伙。那么臭虫属于昆虫纲半翅目异翅亚目下面的臭虫科，这科里面一共有100多种臭虫，都是吸血的。不过主要靠吸人血为生的就2种，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所以一般直接说臭虫，说的就是它俩。那么从生命周期来说呢，臭虫属于是不完全变态昆虫，卵大概10天左右就孵化，之后它会经历5个弱虫阶段，每蜕一次皮长大一点，最后一次蜕皮直接变成成虫，没有化蛹这个阶段。然后再一个说臭虫的弱虫一定要吸到血它才能长大蜕皮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几天没吸到血的话就会饿死。不过每个阶段吸饱1次就行，吸饱1次就足够蜕皮到下一个阶段了，不用每天都出去吸血。然后到了成虫阶段呢，说它们交配的方式有点匪夷所思。一般动物大家都知道是吧，雌雄双方各自有个器官，两边这么一配对它才能成功。但是臭虫呢就很诡异，因为雌性这边没有跟雄性配对的器官，所以怎么交配呢？说雄性器官长得像根尖刺，像个弯钩一样，它竟然就那么直接捅进雌性肚子里，完全就是破坏性的，看起来特别的暴力。完事精子会混进血淋巴里面，随着血淋巴循环，最终进入到卵巢完成受精，是这么个奇葩的过程。然后雌性身上不可避免的就会留下一个伤口，多次交配的话就会留下好几个伤口，真的是非常另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科学家们也还没弄明白，这可能也是臭虫身上最大的谜团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然后说母臭虫受精之后想要产卵还是得接着吸血，它们吸饱1次大约够用5到7天时间，每天产2到3颗卵，最多不到10颗。完事几天之后肚子瘪了就再去吸血，吸饱了再回来产卵，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来来回回的能持续几个月时间，产下几百颗卵之后它才会死掉，所以臭虫增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那么总之来说呢，臭虫从一出生就得开始吸血，一辈子都离不开血，尤其是专门吸人血那俩对人类的依赖程度可以说非常非常高。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拿捏人类那可是太有一套了。咱接着往下说。那么既然臭虫又叫床虫或者床虱那么顾名思义，它们最喜欢住的地方就是床。
比如说床垫的缝隙里、床板和床垫之间，还有床的各种接缝、靠墙的缝隙之类的，甚至说枕头啊、被褥的包边里面就那么点小褶皱也都有可能有。当然除了床之外呢，床周围的一些家具啊、电器啊、墙上的插座、踢脚线、壁纸，包括窗帘的褶皱里面，只要有缝隙的阴暗角落里都可能有臭虫。也就是说，它们不一定非得住在床上，离着床不是太远就可以。所以臭虫就在你床周围，为什么你完全察觉不到呢？其实按体型来说啊，臭虫的体型并不算太小。成年臭虫虽然很薄，也就是张银行卡那么厚，但是它体长大约能有5毫米，吸完血之后能超过7毫米，圆滚滚的跟个小豆子一样，绝对属于肉眼可见那种。可为什么见不着它们呢？是因为这些家伙行动非常谨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缝里躲着，每次出来活动可能也就半个小时，而且这半个小时还绝对是你睡得最熟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原则。说臭虫出来吸血啊，会判断4个条件，一个是嗅觉，它会侦测二氧化碳啊、体温、气味这些信息，判断你回来了。再一个是光亮，房间里开着灯不行，必须得关了灯，环境足够暗，它才会出来。还有就是室温不能太低，屋里太冷的话，它们也不想吃东西。最后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在动，你一直乱动，说明你没睡着，它不会出来。你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动不动，它就准备动手了。说臭虫每次行动呢，大致可以分为3个10分钟，用10分钟爬到你身上，10分钟吸饱血，10分钟爬回去，总共就这3步，非常有效率。而且他们吸血的时候啊，跟其他同行一样，也会吐一些口水在里面，什么麻醉剂啊、抗凝剂都安排上，再加上你还睡着了，所以他们咬你，你感觉不到，第二天早上查出红疙瘩才知道被咬了。不过好在啊，就目前来看啊，臭虫叮咬并不会传播疾病，人类常见的那些病原体在他们体内很快就被杀死了，不会传播出去，这倒是个好消息。而且这对臭虫来说呢也有好处，你想它不传播疾病，人类就不怎么重视它，被咬之后可能也就忍了，这也算是个演化优势。而且其实来说啊，臭虫还有个演化优势，对它们可能更有利。什么呢？就是大约有20%到50%的人，他们被臭虫咬了之后啊，没有过敏反应，不疼不痒也不起包，咬了跟没咬一样，这就更不可能发现它们了，是吧？所以经常有人跟臭虫睡一个床好几年了，都不知道家里有臭虫。甚至日本曾经有个案例啊，说一家驱虫公司在客户房间里发现了成千上万只臭虫，一看就繁衍了不知道多久了。结果客户呢，竟然刚刚才发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有点贫血的症状，都被臭虫给吸贫血了，就很离谱。那么问题来了，说这些臭虫就只生活在卧室里，又不能飞，它们怎么传播呢？为什么这几年臭虫越来越猖獗了呢？这事儿就得从臭虫的起源说起了。那么从化石来看呢，说地球上最早的臭虫啊，至少在1.1亿年之前，又是跟恐龙一个时代的。然后他们祸害人类呢，至少也有3500年了。最早是古埃及，后来还有古罗马，考古的时候发现过它们。当然再往前能追溯到什么时代，那就不好说了。而且以前有过推测啊，说既然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几乎完全寄生人类，那它们会不会是跟人类一起演化的？有这么个猜测。不过后来基因分析啊，推翻了这个猜测。因为从基因来看呢，这俩臭虫大约4700万年前就跟其他臭虫分道扬镳了，那时候人类还没影呢，也就是说他们最早是先寄生了别的宿主，后来才盯上了人类。那么目前来看啊，在人类之前，他们的宿主最有可能就是蝙蝠，因为蝙蝠生活在漆黑的山洞里面，然后每天回到固定的位置睡觉，这都符合臭虫的习性。而且现存的绝大多数臭虫啊，不吸人血那些，它们主要就是寄生蝙蝠和鸟类。尤其这里面寄生蝙蝠的臭虫啊，就很有机会会转移到人类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人类会找个山洞住下来，保不齐就是个蝙蝠洞，是吧？所以推测就是这个过程让臭虫盯上了人类。那么跟寄生蝙蝠相比呢，臭虫寄生人类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人类会取暖。刚才说了，说臭虫越是温暖的环境，它就越有活力，吃得多也生得多。人类不管是山洞里点个火堆啊，还是后来盖房子住，那都比自然环境暖和多了，很适合臭虫生存。尤其1940年代啊，出现过一次臭虫危机，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时发达国家呢，用电加热器的建筑越来越多，房间里一年到头都很暖和，这对臭虫就特别有利，繁殖的很多。比如说美国，就说美国当时每3栋房子里就有1栋有臭虫，
睡觉被臭虫咬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这次臭虫问题呢，很快就被解决了，因为人类有了著名的杀虫剂，就是 DDT。虽然后来被禁用了，不过当时来说杀灭蚊虫特别好用，臭虫也扛不住，基本上就被消灭干净了。然后再往后呢，就是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臭虫又出现了增多的趋势。这次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旅行变得更频繁了。你想去旅行，肯定要住宾馆是吧？万一房间里刚好有臭虫的话，臭虫就很有可能钻进旅客的行李，然后被带到别处去。这是臭虫传播最主要的方式。所以你看哪儿臭虫问题最严重呢？比如说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首尔，法国巴黎，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城市。尤其这次奥运会呢，正好就在巴黎，臭虫的重灾区。虽然各大酒店都在防治啊，但是肯定还会有很多人中招，不知不觉就把臭虫带回家去。所以奥运会之后，臭虫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了，大家最好都防着点。然后除了旅行之外呢，臭虫还跟居住环境有关系。大家可能想不到啊，说咱们居住环境改善了，对臭虫来说可能还是好事，因为像是蟑螂啊、老鼠啊、壁虎这些家伙啊，它们都是臭虫的天敌，会吃臭虫，好多家里面都没有了，臭虫反而更安全了，这可能也是臭虫变多的一个原因。那么具体来说，要怎么防备臭虫呢？怎么知道家里有没有臭虫呢？咱接着往下说。说大概从去年开始啊，日本、韩国的臭虫问题增长非常明显，考虑是疫情之后旅游反弹造成的，欧美国家的游客带来的，好多酒店啊、宾馆里面都发现了臭虫，甚至有人还做了张日本的臭虫地图，把报告过臭虫的宾馆啊都给列出来了。有计划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所以大家旅行入住房间可以多个心眼啊，先别着急开箱子拿行李，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臭虫再说。那么想直接找到臭虫肯定没那么容易，你主要看有没有臭虫留下的痕迹。说臭虫最标志性的痕迹呢，是一些小黑点，有时候多了就跟发霉了一样，这是它们的粪便。可以把床单抽出来，检查一下床垫的各种缝隙，看有没有这种小黑点。然后再有就是床板的夹缝啊、床头上、踢脚线、开关盒这些地方也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小黑点啊，或者臭虫蜕的皮之类的，差不多都看一遍，肯定睡得更踏实了，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的行李箱呢，也尽量不要放在角落里，最好是放在架子上，这样不容易进臭虫。另外像是衣服啊，还有一些书籍、盒子之类的，你要不然就挂起来，要不然就放箱子里，把箱子封好，到处乱堆乱放，那臭虫就有可能会钻进去。当然也可能房间里没臭虫啊，不过稍微注意一下也没坏处。万一有的话，带这么个纪念品回家，那可就麻烦了。那么至于自己家里有没有臭虫呢，主要也是检查有没有臭虫的痕迹。粗略检查的话，你就拿手电筒照一下就行。卧室的边边角角啊，各种缝隙里面看有没有臭虫的粪便，像是发霉那样的斑点。一般问题严重的话，很容易就能发现。然后要是想彻底检查呢，你最好费点劲把床垫掀起来看看，这样顺便也能检查一下床板。就说臭虫最喜欢住的地方啊，就是木质结构，木头的床板啊、床腿这些缝隙可以重点看一下。那么检查一遍之后没有的话，当然最好是吧？可万一真有臭虫的痕迹呢，该怎么处理呢？网络上有很多对付臭虫的办法啊，咱一起来看一下哪些真的管用。那么对付臭虫最容易想到的，那肯定是杀虫剂啊，是吧？这个经常跟小强打交道的朋友都熟悉。不过很遗憾啊，现在传播的臭虫啊，基本都已经是超级臭虫了。市面上绝大多数杀虫剂，它们都有抗药性，包括那些号称臭虫专用的。就算你直接喷它身上，都不一定干得掉它，更别说喷在环境里了，只会让它们的抗药性越来越强，越来越难对付。而且再一个，杀虫剂对人体呢也有一定的危害性，所以用杀虫剂灭臭虫啊，就有点杀敌1000自损2000的意思，效果并不会太好。那么有没有效果好的办法呢？还真有一个，就是硅藻土。硅藻土实际上就是非常强力的干燥剂，这玩意儿吸水性特别强，你把它撒在臭虫经常出没的地方，薄薄的撒一层就可以，然后臭虫爬过的时候呢，身上就沾满硅藻土了。硅藻土会把臭虫体内的水分吸走，让它脱水而死，是这么个原理。据说撒上10天左右啊，差不多能杀死90%的臭虫，比杀虫剂效果好多了。当然，如果你家的臭虫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想要根治的话呢，还是得找专业公司过来。
有些公司会花上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啊，帮你把房间里每个缝隙都清理到，大约每隔10天搞一次，一般是3到4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公司呢，会给你上设备，上加热设备，因为臭虫这玩意儿它不是很耐热，超过46度基本活不到10分钟，超过50度可能2分钟就死了，连虫卵都能杀死。所以有个方案就是把你所有房间啊都加热到50度，然后保持6到8个小时，保证每个缝隙都能升到50度，这么弄一遍就能彻底杀灭臭虫。但是这么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把家里所有不耐热的东西全都搬出去，比较麻烦，而且还可能会有火灾风险。所以一定要是非常专业的公司才来得了这个，费用自然也会比较高一些。就说普通房子轰一遍啊，大约得4000美元，相当于29000人民币、31000港币、13万新台币、5000多新元、19000令吉那么多。你想这么一大笔钱干点啥不好是吧？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多注意一下，千万别把他们带回来，这才是上策。尤其要去巴黎看奥运会的观众啊，你入住的房间那可得好好检查一下。